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眾明星大佬眼中的趙麗穎，她的好口碑從來不是運氣，而是底氣。娛樂圈從不缺流量，也從不缺熱鬧，真正稀缺的是一種看不見但摸得着的東西——業內口碑。它不像熱搜那樣喧嘩，卻能決定一個演員能走多遠；它不像粉絲誇讚那樣熱烈，卻能在關鍵時刻給你機會與托舉。趙麗穎的路走到今天，很多人會用一句話概括：她紅得很穩。但穩從來不是天降的禮物，而是由無數細碎的細節堆出來的結果。在劇組裡怎麼做事，面對合作夥伴是什麼態度，對角色有沒有敬畏，對行業有沒有邊界感，對自己有沒有清醒的認知，這些外人看不見，同行卻看得一清二楚。當我們把林更新、於正、辛芷蕾、劉宇寧、肖央、陳曉、劉威、王晶等人的評價串起來，會發現一個非常一致的結論：趙麗穎的好口碑並不靠八面玲瓏，反而靠的是她身上那股特別難得的氣質，真實、克制、韌勁、專業、清醒。這也是為什麼看完這些評價，你會突然明白，原來穎寶的業內口碑這麼好，不是因為大家都在誇，而是因為她身上的優點剛好戳中了行業最看重的核心：靠譜。一、林更新，從甜美到韌勁，她的成熟是一種穩。林更新的評價裡有一個很關鍵的詞：韌勁。她並沒有簡單說她漂亮可愛，而是強調她變化更成熟，多了一種韌勁，很穩重。這幾句話看似平常，其實非常內行。因為演員的成長不是從會演到更會演這麼簡單，而是從能把自己交給鏡頭到能把角色交給作品。成熟意味着情緒更克制，不靠用力過猛去證明；判斷更穩定，不被外界聲音牽着走；表達更精準，知道什麼該給，什麼該收；心更定，不需要靠熱鬧維持存在感。甜美是外形標籤，韌勁才是性格核心。而穩幾乎是一個演員進入長跑階段最重要的品質：作品穩，節奏穩，狀態穩，合作穩。林更新看到的恰恰是趙麗穎身上那種越來越清晰的長期主義，她不是一陣風，而是能持續供給作品的人。二、於正，他的感恩不是人設，是底層的品格與邊界。於正的評價非常具有信息量，他直接說：麗穎，你簽給我公司吧，我會給你最好的，都是女一號。這話放在娛樂圈語境裡，等於拋出一個很誘人的資源承諾。但趙麗穎的回應是什麼？她的經紀人陪了她很久，她知道來你這裡會更好，但她對經紀人非常感恩。於是她沒有因為更大的利益就輕易轉向。於正最後的結論很直白：這樣的心，他一定能紅，所以我很欣賞他。雙引號，這段話裡至少有3層含義。他清楚更好在哪裡，他不是不懂行業規則，也不是單純傻白甜。他知道換平台可能會得到更好資源，這叫清醒。他沒有為了更好就切斷過去。在一個關係流動極快的行業裡，能把陪伴當回事的人本身就稀缺。他的感恩不是煽情，而是一種做人做事的底線。他的邊界感非常強。真正懂得感恩的人，往往也更懂得關係的秩序。他不會輕易承諾，也不會輕易背棄。他不靠情緒交易去換資源，他更傾向於用成績與專業去贏得位置。所以於正說這樣的心一定能紅，不是玄學，是行業經驗。品格穩定的人，合作風險低；關係清晰的人，職業壽命長。三、辛芷蕾，真實到讓人想把她當妹妹，這是一種天然的信任感。辛芷蕾的評價非常動人，
他說趙麗穎跟我想象的一樣，熒幕上給大家的樣子也是一樣，他這個人很真實，看到他什麼樣，他就是一個什麼樣的。這起始點到了趙麗穎身上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種魅力，她的人和角色之間沒有割裂感。很多演員在鏡頭前是一個樣子，鏡頭後又是另一個樣子，這當然不是錯，但會讓合作方產生距離感，你很難判斷他的真實邊界和真實態度。而真實帶來的最大好處是信任感。辛芷蕾甚至說，她特別能讓我帶入姐姐角色，我看到她就覺得她是我妹妹。這不是一句粉絲式的誇讚，而是一種情緒上的自然投射。她的氣場不具攻擊性，讓人願意靠近；她的表達不裝腔，讓人願意交心；她的情緒不複雜，讓人願意合作。娛樂圈裡美很常見，讓人想保護的氣質並不稀缺，但讓人想信任的氣質非常稀缺。趙麗穎的真實像一種溫柔但堅定的底色，她不需要用誇張的姿態證明自己，她只要站在那裡，你就知道她是認真的。4. 劉宇寧，慢熱、禮貌、認真、熱心，她把拍戲當正事。劉宇寧的評價像一段非常生活化的劇組觀察筆記。他說趙麗穎是慢熱的人，但很禮貌，錄到後面熟了，人很好，很認真。最關鍵的是那句，他很喜歡拍戲這件事，他對拍戲非常認真。在行業裡，喜歡拍戲不是一句空話，它往往意味着他願意花時間準備，他願意討論角色，他願意為作品承擔壓力，他願意把精力放在正事上，而不是把戲外的熱鬧當主業。劉宇寧還提到一個很重要的細節，劇本找到他時，他先把劇本給趙麗穎看，他看完後說可以接，之後他還說你以後有什麼劇本可以發給我。這說明2點，他對項目判斷有參與度，不是隨便接，他願意把經驗與判斷分享給同行，是一種合作型演員。一個演員真正的業內口碑，往往就來自這些細節。他不會只把自己當中心，他願意讓作品更好，讓合作更順。熱心不是討好，是把行業當共同體，把創作當共同目標。5. 肖央，腦子清楚，問題精準，他是會思考的演員。肖央的評價非常直接，一個人被歡迎都是有道理的，腦子非常清楚。那麼長的電視劇演過什麼人物，到這該怎麼想，哪裡有問題，他非常準確反映出來問題。這段話其實揭示了一個真相，趙麗穎的專業不只是情緒表達，更是結構理解。很多觀眾覺得演員就是演情緒、演哭戲、演爆發力，但在真正的拍攝現場，一個成熟演員必須具備對人物動機的梳理能力，對劇情邏輯的辨識能力，對台詞節奏的把控能力，對前後呼應的記憶與校準能力，對鏡頭語言的適配能力。肖央說他非常準確地反映問題，意味着他不是被動執行者，而是帶着腦子進入創作的人。會思考的演員往往也更容易讓導演與編劇放心，他能把角色做扎實，也能把作品做完整。所以被歡迎的理由就很現實，你跟他合作，效率高，風險低，成品穩。6. 陳曉，像牛皮筋，能彎但掰不斷，他的韌性是長期不塌房的根。陳曉用牛皮筋形容他，你可以掰彎它，但你掰不斷它。雙引號，這是一個非常有畫面感的比喻。他講的不是硬，而是韌。硬的人容易折，韌的人能扛。趙麗穎的韌勁是一種自我修復能力，遇到質疑不崩盤，能調整；遇到壓力不擺爛，能扛住；遇到挫折不自毀，能重啟；遇到誘惑不亂跑，能穩住節奏。在娛樂圈，韌勁決定一個演員能不能在高峰之後仍然站穩。因為流量的浪潮來得快，去得也快，
而韌勁是你在浪退之後仍然能站在原地的力量。7. 劉威一直追問我為什麼要這樣，他對角色的較真是一種敬畏。劉威的評價特別像老戲骨對好演員的認可。他說趙麗穎是那種不滿足於表面的演員，他會一直問你，讓我再想想，我為什麼要這樣？我為什麼要這樣？想不通就再想，直到把人物關係理順再去演。這段話的核心是，他有表演的因果意識。很多表演問題的根源不是情緒不夠，而是動機不清。你不知道角色為什麼哭，為什麼笑，為什麼突然狠，為什麼突然軟，你就只能用技巧去貼合，最後會變得空。而趙麗穎的較真，恰恰是在把表演從技巧拉回到邏輯。我做這個動作，是因為人物在這一刻真正需要。我說這句話，是因為人物的心理走到這一步。我停頓，是因為人物在猶豫。我爆發，是因為人物忍到極限。劉威還提到他想不通就吃東西，帶點玩笑，但這反而顯得真實。他不是端着的藝術家，他是把表演當成需要啃下來的難題的人。這種想明白再演的習慣，是對角色的敬畏，也是對觀眾的尊重。8. 王晶不殺傷力，觀眾緣，挑戲能力強。他紅得久，是因為他懂自己也懂觀眾。王晶的評價很市場向，他說趙麗穎能紅，是因為她的不殺傷力看起來沒攻擊性，但有觀眾緣，尤其女性觀眾喜歡，並且她挑戲能力非常強，能挑到適合自己的戲。這裡其實點出了一個長期被忽視的事實。演員的成功不只是演技，也是一種自我定位能力。所謂不殺傷力，不是弱，而是一種讓大眾願意靠近的氣質。大眾市場喜歡的主角，往往不是壓迫感強的那類，而是你願意把情緒交給他的那類。他不是高高在上的符號，而像你生活裡會遇到的真實的人，堅韌但不尖刻，明亮但不刺眼。而挑戲能力強，更是職業判斷，選擇適合自己的題材與角色，不被短期熱度帶跑，選擇能放大優勢，也能推動成長的作品，選擇讓觀眾願意長期跟隨的表達路徑。從草根演員走到頂流大女主，靠的不是一次爆紅，而是一次次正確選擇的疊加。王晶的評價實際上是在說，趙麗穎的紅有群眾基礎，也有職業策略，更有自我清醒。口碑為什麼會聚攏在她身上？8句評價指向同一個答案。把8位業內人士的話放在一起看，會出現一個驚人的一致性。他們誇的不是同一種漂亮，而是同一種可靠。趙麗穎的口碑大致來自4條主線。第1條，做人穩，禮貌、慢熱但真誠，邊界清晰，懂感恩，不輕易背棄關係。行業裡最怕合作的人情緒不穩定，而他恰恰相反。第2條，做事穩，認真、負責，把拍戲當正事，願意為作品投入時間與精力。第3條，專業穩，腦子清楚，能發現問題，能討論角色，能把邏輯啃透，不是只靠靈感和狀態。第4條，成長穩，從甜美到韌勁，從青澀到成熟，他在變強，但不變形；他在進階，但不浮躁。所謂口碑，其實就是同行對你長期表現的綜合評分。趙麗穎能得到這麼多不同類型、不同立場的認可，說明她的好不是單點爆發，而是穩定輸出。結尾，真正的好口碑，是你不在場時，別人仍願意誇你。娛樂圈的誇讚，有時候是社交，有時候是場面話，但真正有分量的口碑，是那種你不在現場，沒有利益交換，別人仍願意說你好的評價。從這些話裡，我們看到的趙麗穎，不是一個被神化的符號，而是一個非常踏實的職業女性。她不靠張揚取勝，卻靠韌勁站住。
它不靠熱鬧維持熱度，卻靠作品延長生命；它不靠討好換資源，卻靠專業贏尊重。所以，當你說原來銀寶在業內的口碑會這麼好，答案其實很簡單：他把每一部戲當作品，把每一次合作當責任，把每一個角色當生命的一部分。而這樣的演員，注定不會只是紅過，更會紅得久。